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文天祥这个形象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都是非常的正面。在国破家亡之际，他率兵御敌，被俘以后抵挡住了蒙古人的威逼利诱，慷慨赴死。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，他都是一位英雄，一位我们民族的英雄。但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是，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声音说文天祥其实并不是什么英雄，或者说他并没有那么英雄，他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慷慨赴死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1279年的时候南宋就灭亡了，而文天祥在1283年，也就是4年以后才被处死的呢？其实他并不想死，他是想活，他最后的死是被人陷害的。这种说法也并不是完全是凭空猜测而来的，确实还有一些史料可证，而且还是出于正史、宋史。据《宋史文天祥传》记载，在文天祥就义前不久，有一个叫王基翁的人曾经到了文天祥的牢中，来劝说文天祥归顺元朝。当时文天祥说了这样一番话：倘元宽甲，得以皇冠归故乡，他日以方外备顾问，可也。在这之前，文天祥已经拒绝了蒙古人让他在朝中做官的要求。在这句话中，他表达了他的另外一番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说能够得到宽恕的话，那我可以以道士的身份回归故里，他日我也可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给你们做顾问。我想看到这两句话，在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天祥的形象都会被大打折扣。按这句话的意思，文天祥并不是想以身殉国，他还是想活，不过就是不想为元朝人做官而已。而且即使这方面也并不是特别坚决，他还提到了可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为元朝人出谋划策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文天祥不想做元朝人的丞相，想做元朝人的国师吗？而且因为这两句具有颠覆效果的记载还是出自于正史、宋史，更使很多人对此坚信不疑。有些学者甚至据此推断出，在文天祥的心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民族大义，他忠的不过是那个王朝而已，而且这样的忠心也是打折扣的。那么文天祥到底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？今天呢，就让我们再次走入南宋，走入文天祥的这个皇冠归故土之谜。咱们先来说说文天祥这个人。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文天祥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，我相信这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，但实际上即使从物理层面上来说，文天祥也确实是高大伟岸的。一向对历史人物的相貌吝于笔墨的正史，对文天祥相貌的描写却是慷慨的很。在宋史中竟然用了17个字专门来形容文天祥的相貌，说文天祥体貌丰伟，美兮如玉，秀眉而长目，顾盼叶然。就是说文天祥长得是身材高大魁梧，秀眉长目，顾盼之间有着神人一般的光彩。在我印象中，好像史书中对男子相貌的描写没有像描写文天祥这样的具体的。一般即使是对历史上那些著名的美男子，比如说潘安、宋玉，对他们的描写也大多是7、8个字足矣。由此可见，编宋史的那几位也可算是好色之徒了。其实这也难怪，即使是圣人也有可能是好色之徒。比如说孟子，孟子更过分，在他赞扬当时的一个美男子叫子都的时候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，说至于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子都之娇也，不知子都之娇者，无目者也。就是说，谁要是不知道子都的美，那就是瞎了眼了。子都是郑国的一个贵族，姓公孙，是当时著名的一个美男子。不过虽然长得帅，但品行却很一般，喜欢暗中放箭。有一部京剧叫《伐子都》，说的就是他的事情。文天祥不光是长得帅，而且文才出众。他21岁就中了进士。殿试的时候，他当着当时的宋理宗和满朝大臣的面，洋洋洒洒1万多字的策文是一挥而就。这篇策论是针砭时弊，特别是对于宋理宗也多有贬损和规劝。没想到昏君宋理宗看到了这篇策文以后，突然是龙心大悦。他不但没有惩罚文天祥，还将此篇策论评为了第1名。宋理宗并不傻，知道文天祥在骂他，但是他觉得骂得很舒服。宋理宗虽然是一个昏君，执政以后没多久，就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后宫无限的春色中去了。
但可能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做昏君的，也曾经想过励精图治，好好的当一把皇帝，但不知怎么最后就当成了这副模样。文天祥的这篇奏论可能真的唤醒了他心目中曾经的那份雄心壮志。文天祥就这样成了状元，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状元。那时候的文天祥可谓是天之骄子，雄姿英发。设想一下，此时的文天祥如果受邀参加国内的《非诚勿扰》这样的相亲节目的话，那他一露面，恐怕当场的所有女性嘉宾都会给他留灯吧。而当他知道他是一个状元郎的时候，那恐怕所有女嘉宾都会爆灯的，相亲现场瞬间也就变成了爆炸现场。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，进入官场以后的20年，大部分的时间文天祥都是默默无闻的。史书中只是记载他曾经与一个叫董宋臣的宦官过不去，蒙古兵来袭的时候，这宦官建议皇帝要迁都，文天祥对皇帝说，要想退蒙古兵，先杀了这个太监。其实这话听起来还是有些书生气，杀了一个太监，难道就能打退蒙古人吗？而且这个太监只是建议说迁都，又没有说投降。宋理宗恐怕也觉得文天祥反应过度了，所以并没有理会文天祥的建议。文天祥因此愤而辞职。文天祥并不差钱，那时候他的父亲刚刚去世，他作为长子应该是继承了大部分的财产。赋闲在家的时候，他每天就是喝酒、下棋、聊天、作诗。据他自己说，每次吃饭的桌子有1丈来长，上面不知道摆着多少道菜，清爽的有酸辣土豆丝，荤的有土豆炖牛肉，零食还有炸薯条，远一点够不着的那叫地三鲜。这一顿吃下来，让文天祥比很多加拿大人都讨厌土豆。后来文天祥被再次的启用，但在官场上他也并没有什么耀眼的政绩。他和很多当时宋朝的官员一样，拿着高工资，过着非常舒适富裕的生活。史书有载说，天祥性豪华，平生自奉甚厚，歌姬满前。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文天祥不过就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宋朝官员，甚至于他还算不上一个优秀的文人，一个诗人。他这段时间所写的诗词也大多是平庸之作。而这一切的一切，在文天祥40岁的时候，文天祥的人生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那一年蒙古人来了，蒙古军队围住了临安。当时的宋恭帝和谢太皇太后向全国各地发出了秦王的诏书，但响应者寥寥无几。但文天祥不一样，在这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，文天祥决定散尽家财，招募义兵，北上秦王。在别人都纷纷向南逃跑的时候，文天祥逆流而上，迎向了蒙古军队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毕竟文天祥是个文官，并不善于领兵作战。虽然文天祥率领的部队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，收复了赣州10县，但很快当遇到援军主力的时候，文天祥的部队就连吃败仗。但虽然是屡战屡败，文天祥仍然是屡败屡战。当文天祥率军路过五坡岭，在那里造饭的时候，遇到了援军的突袭。文天祥手下的这支草草组建的部队没有辜负文天祥的失望，遇到援军的突袭是四散奔逃。文天祥见大势已去，服冰片自杀。他还担心药效不够，捧起沟边的那些脏水就喝了下去。他也不知道听谁说的，他所服用的这种所谓的毒药冰片又叫龙脑，据说这种东西只有跟水混合在一起服用，毒性才特别的大。但显然文天祥是搞错了，这个冰片只是让他昏迷，然后上吐下泻。最奇怪的是，在他醒来以后，以前浑浊目明的眼睛都变成异常的明亮。抓住文天祥的就是援军的主帅张弘范。抓住了文天祥，张弘范是如获至宝。那时候的文天祥已经被封为信国公，同时又是右丞相。张弘范让文天祥给仍在抗元的张世杰写信，劝降张世杰。文天祥却说，我自救父母不得，却叫别人备之，可也。随后就将自己刚刚写好的一首诗交给了张弘范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那首千古绝唱《过零丁洋》。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平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
伶仃杨里叹伶仃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汗青又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，很早以前呢，人们都是将字写在竹简之上。这个竹简也不是随便的竹子都可以的，最好是选用青竹。青竹当然也不可能是拿来就能用的，还要经过很多手续。其中一道手续呢，就是要将青竹放在火上烘烤，用以蒸发青竹中所含的水分。在烘烤过程中，青竹上会渗出一点点的水珠，这道工序就叫汗青。这些宝贵的竹简很多都用来制史，所以后来就有文人以汗青指代史册。张弘范敬佩文天祥的忠义，不忍杀他，就派人把他押解回京。此时的文天祥还是一心求死，在服毒不成的情况下，他又开始了连续8天的绝食。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，押解途中正好经过江西，文天祥就希望自己能够死在江西。就在这押解回京的途中，发生了一件我们现代人看来似曾相识的事件。文天祥的一个同乡叫王延武的，他也是个读书人，他知道文天祥被俘以后，就写了一篇生祭文。什么叫生祭文？就是人活了的时候就为他写一篇祭文。这篇祭文实际上更像是一张催命符，大概意思就是说，大丞相可死矣，您的父母因为你得到了无上的荣光，可死；你20而微科，40将相，功名事业，可死；你仗义秦王不辱使命，可死。现在虽举事足无所成，然大节无愧，其丞相尚欲脱去耶？尚欲有为耶？这篇祭文实际上就是将文天祥架在高高的忠孝祭坛上。王延武这样做就是想告诉文天祥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祭坛准备好了，祭文准备好了，甚至连我们跪着的姿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唯一尚缺的就是一件祭品，祭品就是丞相你的命。从此以后，你将成为我们永远的道德楷模，而我们所追求的忠孝节义也会因为你而变得更加的熠熠生辉。你还等什么？还想逃吗？还想再做点什么事情吗？难道成为祭品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吗？王延武他们还生怕文天祥看不到这篇祭文，他们把这篇祭文写成大字报，沿途张贴，而且还雇人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散发。或许在王延武这些人的心目中，他们对忠孝节义的热爱是真诚的，或许他们对即将亡去的大宋的感情，希望为这个王朝献祭的心愿也是真诚的，但他们所奉上的祭品却令人费解，他们为他们的理想献祭的却是别人的生命。这样的借花献佛，这样的别人掏钱我请客，即使是带着仁义道德的冠冕，也同样是虚伪不堪，令人作呕。文天祥如果想以身殉国，那是文天祥自己的决定，而不应该是被王延武这类的人强架上祭坛。王延武这些人在想什么？他们不过是想从文天祥自杀殉国的壮举中分一点光过来，让外人看来他们是与文天祥一类的人，同享着这份荣耀。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沽名钓誉。这样的道德绑架，即使到了现代社会，我相信大家也是屡见不鲜吧。甚至现代的有些人恐怕走得更远一些吧，他们不愿意对社会做任何的贡献，只希望通过抨击同胞、献祭他人来为自己争得流量，争得向上的台阶，以所谓爱国的名义达到自己龌龊的目的。在王延武忙着张贴生祭文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却做着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人叫张弘毅，他是文天祥的同乡，也是文天祥的好友。文天祥做丞相的时候，曾经多次请人让他去朝中做官，但张弘毅都拒绝了。这次当文天祥被押解过江西的时候，张弘毅自愿随文天祥北上，随侍左右。史书上我们看不到张弘毅曾经留下只言片语，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，他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文天祥。文天祥到了上都以后，不愿吃元人做的饭，他只吃张弘毅为他准备的饭菜。文天祥就义以后，是张弘毅替文天祥收的尸，并将文天祥的尸骨送回了他的江西老家。然后张弘毅就永远地从史书上消失了。而那位王延武呢，几年以后文天祥就义，
而王延武却仍然活得好好的。宋亡以后，他虽然隐居不仕，但日子过得还是蛮舒服的。他自己曾经写过一篇《沁园春》，其中有这样的词句：暖日轻烟轻衣罗扇，岁岁东风岁岁花，拼一笑，醒来杯酒，最后杯茶。好一句，醒来杯酒，最后杯茶。绝食8天以后，袁仁想给文天祥强行灌粥，文天祥对他们说：不用灌了，我自己来吃。这样文天祥就停止了绝食。有人可能会奇怪，为什么文天祥不再绝食了？其实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自杀总是需要有理由的，他选择放弃生命总是要有原因的，而一个人选择生，难道还需要理由吗？或许正是因为文天祥经历过死亡，他才愈加的清楚生命的可贵。生命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有一次，这没有什么可苛求的。或许是文天祥觉得已经离开了江西地界，他以前希望死在江西自己老家的愿望已经无法达成了。或许他知道，即使他自己继续绝食，袁仁也总会有办法让他死不了。文天祥就这样平静地来到了上都，见到了忽必烈。忽必烈也向他劝强，说你以前怎样对宋朝的，你就怎样对我，那么我就让你做丞相。文天祥的回答很简单，我只求一死，别无所求。忽必烈招揽文天祥，真的是欣赏文天祥的治国才干吗？我想可能并非如此。文天祥那时候是南宋的一面旗帜，如果文天祥投降的话，那叫顺应天意。那谁是天意呢？自然就是忽必烈。这就证明了蒙古人取代南宋那是天命所归，所以忽必烈要的是道统，他要收的是人心。见到文天祥坚决不从，忽必烈并没有放弃，于是乎一批一批的劝降队伍就纷至沓来，其中有蒙古的丞相，有王公大臣，也有南宋的降臣，比如说刘梦岩。刘梦岩也是一名状元，也曾经当过丞相，但当援军逼近临安的时候，他弃官而去。文天祥对他一点没有客气，说你为大宋重臣却卖宋，是为卖国。说你本为浙江滁州之人，却出卖滁州，出卖滁州的百姓及自己的祖陵，是为不孝。说你为汉人，却为蒙古人效力，是为不节。到了后世，两浙的人提起刘梦岩，都说两浙有刘梦岩，两浙之羞也。到了明清两朝，刘梦岩的后人不得参加科举，如果是姓刘的参加科举的话，那一定要声明自己与刘梦岩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最让文天祥痛彻心扉的劝降，恐怕就是他收到了他女儿的来信。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和他的2个女儿，在文天祥被捕之前已经被元军捕获，元人将他们分配给了贵族，成了奴隶。女儿的来信就是告诉文天祥他们现在的境况，他们过的是奴隶一样的生活。看罢女儿的来信，文天祥心如刀割，他没有勇气给女儿写回信，只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。在信中他这样说道：收刘女信，痛革肠胃，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，但今日事已如此，余亦当死，乃失命也，奈何奈何。可令刘女还女做好人，爹爹管不得。泪下哽咽哽咽。然后他又写了一首诗，诗中有这样2句：迟儿莫问今生计，还众来生未了因。最让文天祥为难的一次劝降，恐怕就是宋恭帝赵显的劝降。宋恭帝那时候只有11、12岁。当宋恭帝出现在文天祥的牢门口的时候，文天祥马上将他迎进牢房，让他南向坐好，然后长跪不起，泪如雨下，口中不迭声地说道：陛下请回，陛下请回。他当然知道宋恭帝是来劝降的，他不能让宋恭帝开口。如果一个皇帝劝自己的臣子投降敌人的话，那将成为历史的笑柄，所以他只能不住地磕头，不住地说：陛下请回，陛下请回。宋恭帝终究没有说出劝降2字，他只是抱着文天祥痛哭一场。有人说文天祥忠于的只是封建帝王，这是愚忠，没有什么可歌颂的。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现在宋恭帝来劝文天祥投降，文天祥完全可以就事而为，
只要冠冕堂皇地说一句“臣愿誓死追随陛下”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归降了，心安理得地享受那份富贵。但文天祥并没有那么做，他忠于的并不仅仅是皇帝，他知道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他忠于的是自己心中的那份坚持，是他心中的那份正气。日本作家田中芳树在提到文天祥的正气歌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说正气歌中的正气并不仅仅指的是对国家的忠诚而已，更是人类所自豪之步向高贵正道的精神。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这就是那种面对强权奋起反抗，不妥协不屈服的精神。这就是那种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，兰可泛而不可灭其心的精神。好了，讲到现在，如果现在我说文天祥曾经说过他愿意皇冠归故乡，也愿意将来以为元朝人出谋划策，各位会不会觉得很突兀？这完全违背了文天祥一直以来的言行，但他却是出于《宋史》这样的正史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《宋史》到底是怎样的正史。大家知道，《宋史》是元朝人所编，用的时间非常短，就编出了宋、辽、金三朝的历史。宋朝以前的历史，因为宋人有记史的习惯，他们的国史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，所以元人在编宋史的时候，就大量的摘抄了国史中的内容。而文天祥所处时期的历史，因为已经临近南宋灭亡，所以不可能有国史这样的记载，这样自然元人也就没有国史进行参考，所以元人就参考了当时的南宋人记载的这段历史。关于文天祥的记载，元人主要参考的是邓光建所著的《文丞相传》。据考证，元史的主要编纂者微素，他曾经亲自去访问邓广建的后代，就是为了求邓家的这部《文丞相传》。所以在宋史中，很多关于文天祥的记载都是出自于邓广建的这本书。微素是谁呢？微素也是当时著名的一个文人，他曾经主编了金、辽、明三国历史。后来元朝灭亡以后，他又归顺了明朝，又帮助明朝的宋濂一起编写明史。微素可以说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曾经主编过4朝历史的文人。顺便说一下，微素并不是蒙古人，他是一个汉人，只是这个姓比较少见。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：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日正在殿内办公，突然听到殿外有动静，他就问了一句：“殿外是谁？”殿外的正是微素。微素就慌忙答道：“说老臣微素。”朱元璋眉头一皱，他听不了微素说老臣这个词，他觉得微素你刚刚投降我大明，怎么敢自称一个老字？于是朱元璋就说道：“哦，是微素啊，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。”微素一听，当时是羞愧无比。据说元顺帝时期曾经养过一头象，这头大象经常给元顺帝跳舞。朱元璋登基以后也想让这头象跳舞，但这头象拒不服从，最后竟把自己活活的饿死了。朱元璋觉得这个象很忠义，将这头大象妥善安葬，而且在坟前还立了2块牌子，叫微不如象，素不如象。那么既然宋史中关于文天祥的内容出自于邓广建的《文丞相传》，那么邓广建的《文丞相传》中是不是有关于皇冠归故乡的记载呢？根本没有。不过倒有另外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或许有关系。当时忽必烈非常想让文天祥投降，所以他就让那些南宋的强臣们，让他们想办法说服文天祥。当时王基翁与10几位汉臣就在一起商议，有人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文天祥慕道，既然文天祥不愿意在元朝为官，不如我们干脆就劝他出家做一名皇冠道人，这样我们跟皇帝也算有所交代。请大家注意，这只是当时他们其中一人的提议，因为他们这些人知道文天祥只求一死的决心，根本不可能贪生去做一个什么道士，所以这个提议他们根本就没有向文天祥提过，而在宋史中变成了文天祥自己主动提出这样做，而且还愿意将来为元朝人出谋划策。很明显，这是宋史的编纂者对邓广建所著的《文丞相传》的利用和歪曲。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宋史并不认可邓广建所著，而是采用了其他史料的资料呢？逻辑上是有这种可能，但我们翻遍其他的史料，除了宋史以外，并没有所谓的皇冠归故土的记载。宋史是孤证。
除了史料上的严重缺陷以外，在逻辑上似乎也说不通。宋史说文天祥想皇冠归故乡这些话是对王吉翁说的，那么王吉翁又是谁呢？王吉翁是以姻亲入仕的，他与文天祥不一样，文天祥是实打实的考上去的，所以两个人刚开始就不在一条路上。元人兵临临安的时候，文天祥是率军北上勤王，而王吉翁则是南下逃窜。当元军围攻福建的时候，王吉翁竟然主动献出了福建的图籍，做了元朝人的内应，活活的断送了新王朝的根基。等元人走了以后，他又设计杀死了当时在福州的淮军。王吉翁的手上沾满了南宋人的鲜血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文天祥会跟他说这些话吗？文天祥当初是怎样对待叛臣刘梦妍的，就应该是怎样对付这个王吉翁。他跟王吉翁以前并没有什么交情，不可能对他网开一面。所谓的皇冠归故乡这样重要的话，他怎么会托王吉翁转告给忽必烈呢？他如果真的想这么做的话，完全可以自己告诉忽必烈，或者通过忽必烈所信任的那些元朝的贵族们告诉他，甚至他还可以通过宋恭帝转达自己的这个想法。为什么他会偏偏选择一个他连看都不愿意看的王吉翁，对他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可能大家又会觉得奇怪，既然如宋史所言，文天祥答应做道士出家，那么他最后怎么还会死呢？这个在宋史中也有一个后续的记载。据说忽必烈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，但很快刘梦妍进言说文天祥在南宋人心目中的地位崇高，如果这样把他放回去的话，很可能有人会拥戴他造反。正巧当时又有传言，有人确实是想入京营救文天祥，所以忽必烈就害怕了，他不想养虎为患，就这样终于下决心杀了文天祥。这其实也不合情理。忽必烈一直想让文天祥归顺，刚才说了，那是为了他的道统。那么如果文天祥不归顺，真的想做一个皇冠道士出家的话，那对于忽必烈而言，也同样可以达到他道统的目的，因为这就说明文天祥放弃了。为什么放弃？那是因为天命难违，忽必烈还是可以赢得他的道统。相对于这方面的德，以忽必烈当时的武力，他真的会在乎几个草民的造反吗？只要把文天祥放了，让他真正去做道士，然后严加监控，这样文天祥也就成了一个饵，专门来钓那些企图造反的鱼。忽必烈何乐而不为呢？公元1283年，在他所钟爱的王朝覆灭4年以后，文天祥也走上了刑场。行刑之际，他问行刑的人哪边是南方，行刑人告诉他以后，他就向着南方跪拜。南方代表着南宋的都城临安。跪拜完毕，文天祥坦然地对行刑的人说：“我是已矣。”然后慨然赴死。刚刚行刑完，忽必烈的圣旨就到了，希望刀下留人，但为时已晚。忽必烈知道以后，不禁发出了一声慨叹：“真丈夫也，悉不为我所用。”在给文天祥收拾尸体的时候，人们从他的衣领中发现了一首绝命诗：“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人治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孰己无愧？”我非常想知道文天祥是在何种心境下写下了这首诗。书中所提到的而今而后中的今，到底指的是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在囚禁的这段时间，他的信心动摇的时候，他想活的时候？所以有人问我，文天祥有没有想过活？我想他一定想过，毕竟被关押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可能也想过能够活下来，和他的妻女再次幸福的生活。谁说英雄就不会留恋生命？毕竟即使是英雄，生命对于他来说也只有一次。但英雄毕竟是英雄，因为英雄有底线，在底线之上，他们可以有种种的彷徨，而底线之下，则是义无反顾的决绝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， 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